Hello Hello， 我们等一下人呢，等一下人上来。哎呦，下午好啊，可以调大一点。有点暗，但试了好多那个，可能 ins 上面这些滤镜，找了很多没有特别合适的，就觉得这个还比较合适一点。然后，但是它可能会背景有点暗，但。脸比较清楚就行了。还好吧，开了空调没有那么热呀。现在好了吗？变好了吗？好，就是可能会出一个新的系列，怎么说呢？就是因为我知道收到大家的这个建议啊，就是说希望每次露出的时候嘛，就会要有一点妆造啊，这样状态看起来都会比较好啊，然后这样跟大家见面的时候就会以一个非常好的非常好的状态。所以呢，就是我会弄一个系列，就是怎么去捯饬自己的头发型，然后呢，包括怎么样让自己看起来学一些化妆的技术，然后比如画眉毛啊，画眼线啊，然后就是让当然，我这个就是叫轻松打扮，对吧？那个慢慢的在学习，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东西嘛，对吧？所以我得一点点来，就像你也不可能一次性达到4.0、3.5的水平，所以我得慢慢来，从这个1.0，从开始，万事开头难，先学，正好教大家怎么护肤啊，对吧？对啊，这个头发自己弄的，然后买了夹板，然后买了夹板，买了夹板，然后呢去那个去弄头发，好像今天稍微有一点
我觉得说的没错，因为我觉得时代在变化，大家不仅仅是女生，因为女生你看出门她都是一定要捯饬啊，要化妆什么的吧。然后我也是一直在想，其实慢慢的时代的变化，大家的观念其实都是一直在转变。那为什么是只有女生会要好好的收拾打扮，然后让你自己有一个好好的状态，男生就可以很随意啊，对吧？我觉得都是相互的。那就是男生也要去尽量的去在意自己的形象啊，在意自己跟朋友见面啊，或者是任何的时候一种态度吧，而且也是弄好了也自己心情好啊。当然这是需要一些时间成本的，所以我现在非常理解，就是比如说约朋友吃饭呐、或者是女生啊，或者什么样的，他都是你要提前跟他说，然后呢，人家要提前做好准备，对吧？就像我朋友临时也约我吃饭，我也是很不喜欢临时去赴约的，特别是就是说，如果不是单独的，就是这种好哥们儿之间的，大家都比较邋遢的这样的状态，是有别人，或者是有一些行业内的啊，或者是一些就是其他行业，我觉得是出于尊重，也是出于一个礼貌吧。对，我就希望能够自己一个特别有别人在的时候没那么熟，虽然也不太去这种场合，但是还是需要提前收拾，毕竟对吧？要展现自己一个好的状态，对吧？有的时候，这个适当的需要展现一下自己的美貌。对，我知道很好，而且我觉得技多不压身吧，学习一些化妆的技巧，简单的，对吧？适合男生的，挺好的。我觉得我是想学习，而且因为你说化妆师啊、妆造啊，你随时你都得约人时间嘛，你这个非常的不可控。那你自己会了以后，比如说我们要去拍一些短视频啊。拍一些我去，比如去外面，要去拍一些素材啊，拍一些照片啊，然后我就可以自己简单的捯饬一下吧。对，我最近在用那个就平衡的那个精华，还挺好的，因为前段时间稍微有点长痘，现在用了以后，皮肤状态都蛮好的，皮肤状态都蛮好的。大家都学习起来嘛，我也不会啊，我也完全不会这个化妆啊。对，以前都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都是每天都是吧，不管是拍戏啊，还出席活动什么的，都是有人帮你去捯饬嘛。现在这种机会，变少了以后，就我觉得都自己要好好弄的。3.5已经拿了3个冠军了。我准备拿到5到6个冠军以后去打4.0的比赛，争取拿到4.0的冠军吧。对，下次我还可以，我也想好了，下次的录的这个东西就是教大家一些护肤怎么去使用刮痧板。但刮痧板呢，千万不要太用力，因为我有的时候会太用力，会破坏皮肤的表层。然后呢，怎么去放松？因为打网球的时候，这边都会用力吧，怎么去让自己的脖子看起来细一些，然后放松这个颈部，然后淋巴的排毒，让你的下颚现在这个更加的明显一些。对，护肤其实没有那么难吧，然后要多清洁啊，比如说你觉得空气比较脏的时候，
可以用一些这个白泥面膜清洁一下皮肤，适当的清洁。昨天是立秋了，所以之前都老是这个营销说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大家都喝了吗？是我慢慢的就会放这个网球视频，因为这个要发的东西还挺多的而且关键是这个网球视频你知道吧？我不是不想发，我很多次我都想发，但是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视频很大，它网络稍微有不好或者是断的时候呢，就会发不出去我也喝了绿豆汤。昨天咕噜咕噜咕噜喝了好多绿豆汤。好，然后这个工作人员呢，在留言板上找到了这个一些粉丝的提问粉丝的提问呢，这里来读一下。船长这几期杂志的造型最喜欢哪一个或哪一种？我本人都喜欢，因为都不一样。大家喜欢哪次的杂志拍摄啊？拍了这么多次的这个杂志封面也都是我觉得都是非常高水平的合作。不知道大家喜欢哪几套？都喜欢。每一次都喜欢。喜欢家人，最喜欢下一次。让我们争取下一次早点来。露腰的，大背头和粉色。对，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尽量每一次的这个感觉妆造都是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和突破吧。I like the black jacket with the see-through waist. 露腰的。对，当时我们有几套露腰的造型，然后我选了其中一套。对。露肩的。古风马上咱的那个古装的戏就要上了，古风的就可以看起来了啊。眼镜的，戴墨镜那套也算是真的算一个新的尝试吧。那种氛围感还挺棒的。然后这还有问题，想知道船长写歌先写歌词再谱曲，还是先有曲再填词，哪种更容易？其实这个还都是蛮随意的，有的时候会先写歌词，有的时候会先写曲。那最近也是和这个我制作人在讨论这个新专辑的事情嘛，其实一直有在讨论，但是呢，因为可能新戏的原因吧，因为第一想让大家快看新戏，所以就会有很多，比如说剪先导片啊，一些字幕啊，一些节奏啊，然后
后进行一些修改啊，包括新的纪录片啊，的不断的构思，不断的讨论，因为都是要一次比一次做得好吧。我认为我是一个喜欢不断的进步的人，所以占用了很多的这个大脑的空间，所以歌的事情就是他每次问我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过啊，就好像大脑都被那个很多别的事情那个占据了。想听唱歌，那个我们已经在计划了，在七夕的时候，8月19号吧，然后现在目前是这个计划在线上给大家唱歌，然后有个这样的形式，对，去跟大家见面，然后对。不会有太大压力。后来那我先等我慢慢聊哈。这个唱歌的时候腹肌会变硬吗？其实他这种唱歌，其实我老说，就是包括我们之前学唱歌的时候，其实都有一种说法，就是其实它是一种相反的用力。比如说做平板支撑的时候是核心收紧嘛，它是要收紧。那更多的时候是你吸好了气，唱歌的时候是横膈膜外扩，其实是像用横膈膜撑开，然后给自己的这个声音这个通道，就是让这里放松，然后让横膈膜撑开，用横膈膜去用力，去好像给上下制造一个空间，给这个空间这个音响打开，然后去进行一个发声。对，为什么每次去健身反而更容易生病？是因为运动过量了吗？有可能，就是平时不锻炼的，包括我也是，我现在就是以前是我恨不得一周打7天，对吧？早上晚上啥时候都打，现在我就不会，我会，比如说我身体酸了累了，我就会可能做按摩呀，然后让自己恢复。我不会说我会强制让自己停下来休息一下，对，要不然确实因为你体力透支了，然后呢，运动，比如说不管是健身也好，还是你的这个打网球也好，其实很多时候你都需要大量的时间来修复你的肌肉和修复你的细胞，所以就是要劳逸结合，特别是新手刚开始练的时候呢，就应该休息应该是练的几倍，对，放松和休息，然后恢复好了再进行下次训练。当然，这训练不能间隔的时间太长，特别是有些朋友这可能工作比较繁忙啊，对吧？本来平时就比较累了，再去抽时间去健身，那就会累上加累。新人入手了刮痧板和拨筋棒，想出一次教程，没问题。下一次，但是那个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刮完了以后，你也得给肌肤一个修复的一个时间，所以也不能够经常。当然，这个可以日常，就比如说你上妆前包括我那时候在拍戏的时候。敷面膜，敷完面膜就会适当的刮一刮、通一通，让脸消肿，然后上镜的时候就会更加好看。所以这次拍戏，我认为是，我有对比，因为也有看一些，最近有看一些之前的一些作品，我觉得现在状态是越来越好了。横膈膜怎么用力放松？比如说现在我说话的时候就有点撑开我的横膈膜，然后感觉这个音响就变大了，对。刮背，没有，不是刮背，就是刮一下这个。
现在健身倒不太健身，不太需要健身，我反而会多做一些拉伸和一些抗阻力的，就是比如说在热身的时候做一些关于网球的，因为我的这个运动的这个基础还比较好，所以就会做一些抗阻的，尽量是活动关节，以关节度的灵活度和一些小肌群的一些训练，而且不会花费太多的时间吧。对，哪里是横膈膜？你们问一下呀，问一下 AI 哪里是横膈膜，让他给你展示一下。对，拉伸真的很重要，特别是运动多了更需要，我觉得是需要拉伸的。就比如说你看多拉伸，你比如说你注意一下你的体态，我觉得现在我就是很注意我的体态，我怕驼背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走路的时候肩膀就要下沉，你要养成这个轻微用力的一个习惯，就会让自己体态看起来舒服一些。喝什么茶？我喝应该白茶吧，咱们的白茶，喝一点，降降火。然后读书总感觉不进脑子，文字像水一样从脑子里流走了，有什么阅读技巧吗？如果读书不进脑子，其实我是一个喜欢分享的人。当你读到了什么的时候，写下来，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因为我们会经常需要讨论工作的细节，比如说要计划下一次演出，计划这个主题，计划要拍摄的内容，所以其实一直都在思考问题。那有的时候想不明白的时候，你就看看书，也许就会给你灵感。就比如说，我想想哈。就比如说我们这次的这个见面会的主题，其实我一直会觉得，我希望我们每次见面是有趣的，且我们是有连接和互动的。那我就会想，而且我会讨论，那到底要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这次用的海报也本来是想做一个剧宣的提前的一个预热，Time Traveler 就是时间旅行者。那时间旅行者。那为什么要做时间旅行者？我就一直在想他们有设计一些游戏或者什么的，我们在过方案的时候，所以我就去不断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看，然后我就跟我在做的这个晚睡故事的这个，就连接上了最近不知道有没有放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因为我录的差不多了。有录了那个，就是史铁生老师的这个好运设计，我觉得他就在讲，如果人有来生的话，他要怎么去设计自己的人生。所以就是说，我们不妨，如果我们是时间旅行者的话。我们不妨设计一下20年后的自己。有的时候就是一种向上吧，也不说向上，向好的一种想法。当你有这个念想，当你去设计它的时候，哪怕不可能全部都实现，哪怕只实现了一小部分，这种到达的一种满足感也是非常棒的。对，所以我他们也在问我比如说55岁的我会什么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我觉得大家可以想一想然后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20年后我可能已经走了，不，你一定要
想象美好，对不对？20年后你还在，20年后55岁，比如我55岁，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成为亿万富翁，你不能就是一个我要成为亿万富翁，怎么成为亿万富翁的？你这20年的中间的路程你是怎么走的呢？你是不是可以设计一下，我是如何成为亿万富翁的，对不对？不影响你活在当下，你先有个想法，对吧？20年，比如说你说20年后还在追船长，那我就会想20年后我还要站在舞台上，还要又唱又跳，对不对？还要保持我的8块腹肌，对不对？还要去这个跟现在的状态没有什么区别，不要有皱纹，对吧？对吧？不要有眼袋要看起来状态很好，对不对？20年后退休了，退休了也可以退休的生活啊，退休了也可以想一想20年后你退休了，退休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也许你就跳着广场舞，对吧？然后孩子也大了孩子过得很好，然后没事就带你出去旅游，这也很好啊，对吧？20年后，比如说去月球旅行一次，对吧？哎呀，还像霞姐一样生活，别像霞姐一样生活了，霞姐老辛苦了啊，妈妈太辛苦了，有我这个一个爱折腾的儿子，他太辛苦了。20年后可不可以和船长结婚？你先写上吧，对吧？对吧？虽然实现的概率不大，对吧？但人要有梦想。就我在读好运设计的时候，就很多时候幸福感，包括所有的东西，他就一直在说，他说有个阴影一直在影响着他。那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幸福感，包括一些成长，都是伴随着一种痛苦和一种磨难、挫折。所以人生呢，就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战胜自己啊。那就像我要开始学习怎么捯饬好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更每次见面的时候更加的，对吧？赏心悦目，让大家看到我能够心情好，我觉得也是我做这些的一个动力吧。对，好运设计就是大家一个想法和对远处的一个眺望啊。我觉得设计好了，人是不是就会往那个方向，就像向宇宙发射信号一样，就像往这个方向走，望远一点，然后呢，没事儿就设计一点，没事儿就设计一点，嗯。然后说起这个好运设计哈，其实当时他们刚问我的时候，我说哇好难啊，但是就是要回归到我说怎么设计自己的人生？我说其实我对我的人生，包括我对我自己还是挺满意的，对，然后也挺有幸福感的，而且很会去发现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一些幸福感，然后也很愿意去学习，也不会去害怕面对一些挫折。所以，怎么样让人生既有经历，又有趣，又健康，然后又起伏，其实真的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但是你
读了史铁生老师的这个好运设计以后，你会发现哇，他真的想了很多，然后也很有细节，对。然后反正坐在那儿，工作人员问了几个问题，55岁，你要怎么样？你在干什么？你在做什么工作？我说我肯定拍了几部不错的电影，对吧？拍了几部不错的电视剧，拍了几部不错的纪录片，然后可以站在领奖台上得到认可，也可以得到更多的粉丝的喜爱，对吧？我们有更多的船员进来，然后大家非常的融洽，大家一起跟着我一起，努力向上。对，我最近就有一个非常感悟，怎么样？怎么样人是非常有幸福感的一件事情。然后我就想，其实最近就是在想，我说其实我问一下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啊？其实我觉得能够想睡的时候就能够睡得很熟，睡得很踏实。我觉得睡好觉是最有幸福感的事情。不知道你们怎么觉得？就是睡特香，睡得很沉，然后就是中途也没有醒，呱倒下一觉，天亮了，我该起床了，就那种。吃饭倒还好，就可能我对吃这个东西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一碗粉呐，一个拌粉呐，一个炒粉呐，可能就挺好的。但是我真觉得睡觉真的是，因为前段时间有几个晚上，当时我平时睡得都比较早啊，有几个晚上倒下了以后，就怎么也睡不着，然后一睡不着吧，就想东西，想东西了以后呢，就越睡不着，大脑一活跃，就强迫自己就睡觉啊，怎么的，可就睡不着，然后就感觉就是睁眼，就不是睁眼，就闭着眼睛，然后脑瓜子转了1-2个小时，可能才睡。然后有的时候呢是，可能晚上太渴了又渴醒啊，或者有的时候要上厕所又醒来啊，或者是什么样的，或者就睡了一半醒来了以后继续睡。所以我就想哇，如果就是每次都是倒下几分钟就能睡着，然后呢一睁眼就早上了，就8-9点了，就是一个特别幸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幸福感特别好，因为你的身体就恢复了，以后呢，你感觉一天也非常有能量，不管是处理情绪也好，处理工作、处理事情也好，你都觉得哎呀，元气满满，那我可以好好的去处理很多的事情。所以就是又，而且就是你像小时候，我就想回想起那时候，比如说你那时候，比如读大学，那4个人一个寝室，有的在打游戏，有的在看片子，有的在干嘛，还有的在唱歌。那你累了，倒在那个寝室里，咕就睡着了，就睡觉了，你也管人家在干嘛，是吧？
反而越大了，就是你看人在慢慢的衰老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感觉觉也少了，然后睡眠质量也差了，包括你看我和那个我的那个师弟聊天的时候，他就讲，他说哎呀，不能再喝了，他说喝完酒以后，他说我以为我睡得挺好的，但是其实他不是就是会带的那个手表，现在都可以监测睡眠的嘛。就是他说，哎呀，不能再多喝酒了。他说，我觉得我睡得挺好，那样睡着了说梦话啊，什么梦话说几个小时，然后浅睡眠多久，然后呢，这个什么，反正就他说深度睡眠只有2到3个小时。其实人是非常的难受，其实人是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恢复的。我说对啊，我说这也是我为什么特别喜欢打网球的一个原因，就是说我每天运动了，然后我做了运动，打了网球，然后也排解了压力啊，在运动当中保持了专注，然后呢，也让自己的身体进入到一个需要休息的一个状态。那养成了这种习惯以后，其实，哎，真的，然后运动完了，处理工作也更加的清醒，虽然可能会有点困啊，但是还相对来说，其实大脑是一个活跃和一个快速处理的一个状态。然后到了晚上啊，休闲一下，吃点东西，看看电影，看看书啊，然后就睡觉。哎，其实是那种时候相对来说都会睡得比较好。对，然后所以屏蔽掉烦恼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就像打网球的时候，你能够专注到这一颗球，然后不去想啊什么我要赢啊，或者我要输啦，这球应该怎么发呀，然后怎么办呢？现在比分多少了？我是不是马上就要输了？哎呀，输了怎么办呢？怎么的，就会有很多杂念。所以打球也是一个提升专注力和屏蔽掉一些乱七八糟事情的一个事情吧。所以觉得就是睡觉的时候要习惯让大脑学会关机，就跟那个手机一样的，关机，关机，啥也不想，睡觉是最好的。就是像打球、抛球的时候，我想，哎，我这个球我要平击还是侧旋？我要发内角还是外角？其实你抛那刻想的动作，然后就按照这个大脑去执行，起码要想好，就是要坚决执行，就是屏蔽掉别的乱七八糟的想法。就比如说上到网前了，人家回浅了，哎，我打那边还是那边，我切还是削还是推，其实都是你学的越多了，它就会有，就是你要坚决的一瞬间做出一个最坚决的判断。如果你在击球的同时做判断，那不就是这个球就失误就很大，对。如果对吧，好运设计，我就想说，我55岁的时候拥有像现在一样的睡眠，每天都能够睡得很好，睡得很香，一觉到天亮。在外面晒背听直播，你这小日子啊，过得挺舒服的呀。做梦梦到打网球，我做梦其实不太梦到打网球，我倒是睡前会想网球，睡前就会想，哎呦，这球，我的动作应该怎么打？哎呀，我这个边打是不是能够做得更好？我这个重心是不是要往前压？哎，今天有什么可以提高的？我会稍微想一想。想我20年后55岁，我应该4.5了吧？就50岁上年龄组，那所向披靡肯定是。
那天我打球碰到一个，你们后面应该会看到，碰到一个63岁还是62岁的，我叫大叔吧，大叔跟我打决赛，他跟我打决赛，打了100多场比赛，胜率很高。这大叔我都没想到他是那个小组里面最厉害的，我的天哪！然后还有我最后我赢了嘛，拿了冠军。他也跟我讲，他说小伙子，你影响了我进入到4.0。我说怎么呢？他说我现在积分已经3点多少了，我今天拿了这个冠军，我就应该进4.0了。你阻止了我的这个进4.0。我说那不能这么说呀，对吧？您这个到了4.0，可能也是非常的需要时间去适应的啊。那还是要多磨练，然后肯定到了4.0，您会更累，对不对？对不对？放慢点脚步也是好事儿。然后我说啊，那你输给我不会掉分吗？他说不会。他说只要进入到半决赛，每次进入到半决赛就不掉分了。我说哦，我说好，哇！我看到人家60多岁，真有腹肌，衣服是不湿了嘛？胸肌、腹肌都若隐若现的。然后聊到了这个网球吧，就再多说一点吧。就是其实我最近打网球，我也是跟教练在讨论，因为你所谓的水平提升了，对吧？那你就是会面临到更多不一样的情况。那天教练就突然就跟我说了一个事情，他说你有没有发现？他说有一盘的时候，你连续发了2个 ace 球以后，你的状态掉的特别快。我说啊，我说对，那会儿我就输掉了那一盘。它本来是一个非常领先的一个好的局面，但是因为你松懈下来了，因为你觉得连续拿了2个轻松的分以后，你就好像人就松懈下来，没有持续的给予对手一种压迫感，反而让对手，因为对手在这种情况下应该他会更加的紧。为什么呢？因为你轻松拿分了，他要想追上来，就会要提升注意力，提升状态。那其实后来我就在想，哦，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其实因为我进步比较快，所以我一直都是在一个追赶者的状态，就是很多时候我都在打落后球。就像我不是之前说，我说我每一次都是先输第1局的时候，再拿到2场胜利以后再进到半决赛。他说其实我学会了怎么面对逆风的时候，但是其实很多时候你要一直保持一个高的水平，你要去知道如何去赢。我就思考这个问题，其实不一定是你打不过，有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心态的这个问题，就是你要知道如何去赢。包括我最近跟朋友打的时候，你也是要知道如何去赢；跟教练练的时候，你也要知道如何去赢。什么时候可以稍微松懈一下，什么时候是要毅然决然的、一鼓作气的拿下你该拿的分。所以这个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在落后的时候，你在追赶，你一定是哇，我要赢，我要赢，我就是要敢打，因为我已经落后了，我已经要输了，我还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呢？我大不了就是输了嘛，对不对？这个时候反而你会更加的果断。有的时候在你领先的时候，在你要拿下你该拿的分的时候啊，你拿了2个轻松分以后，你剩下2分，突然状态就掉下来了，就是你那个时候感觉就是，哎，你要赢了，反而不知道怎么赢了，哎，你的手稍微动作变慢啦，手上变慢了，因为你想的更稳妥呀，你想的是，哎呀，我不要失误啊，我只要这么打就可以继续，但是人家的状态提升了，人家心想的我要拿下这局啊，我要拼啊，然后你反而是不拼，对吧？你反而是手上就力没有给够，对吧？或者没有速度没有给够，这个时候你就被别人抓住了这个反击的机会。所以说，要学会怎么去赢，其实就是心态，其实就是这心态就是自己嘛，就是你在面对自己的时候啊，虽然网球是有一个对手，对不对？但其实很多时候也在解决自己的这个心态的问题，所以要学会如何去赢，如何去掌握对手的节奏，掌握比赛的节奏，怎么掌握自己的心理的一个状态，心理的一个起伏，什么时候能松一点节约一点体力，什么时候是我要紧一紧，我要撑一撑我要尽量拿下，我不能掉我的状态。对，现在应该是一个3.5到4.0的一个状态啊，再往4.0走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也是，就是经常从运动当中，就是去获得一些思考吧。因为我说了，我还跟朋友讲，因为现在打朋友都 Peter 已经，我感觉很快了，很快就能够把 Peter 拿下了。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我跟朋友说，包括我在挑战一些更厉害的朋友，我说我就是从败者组，现在到了胜者组。那我到了胜者组，怎么守护住我的胜利，对吧？他们肯定还会来想挑战我的，那就是一个心态的问题。就像 Peter 肯定是心态王者了，因为他毕竟打了10几年了，对不对？所以其实就是心态。我要稳稳球技的练，努力这方面咱肯定比他们努力嘛，对不对？在努力方面，这个笨鸟先飞嘛，咱。对，努力就是调整好自己的心态。Peter 威，Peter 太威了。我们都说请吃饭，然后呢，我的这个师弟婵儿，我现在你知道我第一次你们记不记得我发视频的时候，他还让我呢，他让我发3个球，因为我那时候不会发球，他给我示范了怎么发球，就那种轻轻碰下去，我们俩不是在那菜鸡互啄，在那满上跑，然后到我现在让他1分，到我现在让他2分，就是一局里面让他2分，就从30-0开始打，他都打不过我了。你也能请我吃饭？行，吃点啥呀？吃点啥？设计一下，你要请我吃饭咱吃点啥吧？你不能光说呀，设计。准备把胖 Peter 溜成瘦 Peter。对，然后我之前碰到一个在比
赛里碰到一个女选手啊，很厉害。我当时她打我好像4-0还是4-0吧。当时我就感觉我没有任何战胜她的，也是一个朋友。后来知道是一个朋友，没有战胜她的这个可能性。后来再约她复仇，就战胜曾经没有战胜过的、曾经碾压过你的对手，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然后他就开始说他教练，你看看人家2个月不见打这么好。然后他教练特别搞笑，他教练说，不然我把他教练推给你啊，我们也认识。Peter 高能量人群 ，Peter 他这个肉太瓷实了，他能吃能喝。酒量嗷嗷好，你知道吧？真的。我请你吃贵州酸汤火锅。听着不错。贵州我好像都没去过的，还挺想去一下。西湖醋鱼，甜口的，没有那么的吸引人。可能跟糖醋排骨一个味道吧。夏天了，其实夏天食欲下降的很快，都不太想吃东西，每天喝点粥。但大部分 Peter 除外，Peter 太能吃太能喝了，朋友也多，对吧？酒量又好。有一次我们打的你知道吗？就打完球以后，打了2-3个小时吧，在车上坐在车上话都不想说，然后到了那儿，人家喝了半斤白酒，我的天哪！天津我去过啊，我在天津拍过戏啊，云内之上就在天津拍的。哦呦，海肠捞饭好吃，这是我意外发现的美食。海肠捞饭，嘎嘎香。云南野生菌，我吃这几天我还吃了松茸呢。好，多吃点蘑菇。也没有多爱喝酒吧。这婵儿是真的爱喝酒。Peter 也是算，就 Peter 主要是可能爱朋友吧，朋友比较多，然后他又你看在网球场上也是个像一个小精灵一样的，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也是非常会活跃气氛，所以对吧？像我们像我这种做小孩那一桌的，对吧？在酒桌上一旦要喝酒，不敢说话的，不敢跟人叫嚣的，他们都是气氛制造者，节奏带动者。那天我还问婵儿说，我说你对吧？比如说给你一个小目标，然后让你放弃喝酒，他说不行，他说不喝酒，人生还有什么快乐？快乐都没有了，我要那小目标干啥？我说10个小目标，10个小目标也不行。对，喝酒喝多了确实会影响状态，对吧？你身体恢复的没那么快。我的酒量2瓶啤酒吧，就很舒服了。就省钱啊，不需要喝那么多。所以我就是那一天也是被我网球教练教育了，我网球师傅教育了。我靠，喝着一抬头，哎，我靠，1、2、3个教练1.9米多，这围着我。我说真的是欺负我落单了，我要把我的这个兄弟们都叫上。所以我特别白酒的话，可能2、3两吧，就不行了，就要睡着了。但是我不太喜欢喝白酒，第一白酒有股味儿，酱香型哈，对吧？有股味儿。
然后白酒拉嗓子，就说不定哪天喝的变成烟酒嗓了，对吧？而且白酒还有个什么问题啊？白酒他们喜欢喝白酒，可能因为他们觉少啊，可能能睡的时间少。我特别爱睡觉，我一天不睡8个小时，我感觉人都没睡够。就，我喝白酒可能醉的也快，就很容易一下就醒了还贼清醒。我说那不是，本来我能睡8个9个小时的，你一喝白酒，虽然醉了睡了，这3、4个小时醒了以后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白酒2、3两还好啊，那就一壶半，最多了。嘿，我靠，请我喝茅台，你这家庭条件可以啊！这些五粮液、泸州老窖，没怎么喝过。睡眠不好才喝酒，有道理啊。他们这就是禅是真的很爱喝酒，他是每个人的兴趣爱好不一样吧？对，不聊这个。我靠，大家都，你们对酒还都挺了解的，我看啊，没事儿，你这个女生也喜欢喝一点啊。蝉儿怎么喊我啊？蝉儿一般叫我汉。忘了，我靠！你突然这么问，我都没注意他怎么喊我。少喝酒蒙哥，横膈膜烤肉，好像我吃过横膈膜。对，平时我觉得早起，对吧？喝点茶，茶有的时候也喝茶。对，红酒，我发现我红酒啊、白葡萄酒啊不行。就我可能身体比较酸，就我喝完那个胃不舒服，我后来才隐隐约约发现，哎，我怎么老感觉喝红酒啊，喝白葡萄酒啊，就这种酸性的酒啊，我人不舒服。烩面我也吃过烩面。我们每次去看演出后都喝酒，我的天呐，小日子给你们过的，正要出门买酒来着。所以啊，你们有的时候没办法，就是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酒文化呀，确实哈，而且每个南方和北方还真不一样。所以我爱喝苏打水，我家里经常喝苏打水。麻椒鸡也可以啊，驴肉火烧吃过啊。喜欢吃米饭还是面食？其实都挺喜欢的。比如说吃小龙虾的时候配点米饭呀，香。然后呢，我之前还有个那个肉饼，香河肉饼，我拍烈火英雄的时候老爱吃了，嘎嘎香。汾酒喝过，他之前人家给我喝过一个什么30年的这个老汾酒啊，有股那个轮胎是磨的那个轮胎的那个味道，
我不知道是我喝的那个不习惯那个味道还是怎么样的。面食，我反正如果我喝了酒，第二天会特别想吃一碗面，带点辣的面。南方人也喜欢喝酒，南方人酒量稍微差一点吧，对吧？你想想看，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那跟中原、山东、河南、河北、北京这些比起来，这弱鸡，太弱鸡了。不，没吃过轮胎，那轮胎磨的那个橡皮的那个橡胶的那个味道，我吃过轮胎。我吃过轮胎。我家没人喝酒，那挺好的呀。我妈也不喝酒，我妈这辈子属于滴酒不沾型，所以我没有遗传喝酒的基因。对呀，什么我吃过轮胎，我闻过，没吃过。吃轮胎我嚼不动，咽不下去。聊工作，其实我，工作不就是正常的都在推进当中吗？前面也说了，对吧？我不能天天说一点开会的内容，对吧？聊差不多了，8月19号，对吧？不是说线上，可以去这个，到时候我们线上唱歌给大家听。好嘞，聊了1个小时了，差不多了。我刚刚聊的工作，刚刚很心塞。我刚刚发现我录了5、6页、7、8页的这个晚睡故事，忘记按开始了。我等我下了播还得重新再录一下，这就是我的工作。忘记按录了，忘记按录制了，录完了，一回头发现没点。我等我还要重新录制给大家录制晚睡故事，这就是我的工作好吧然后这个更新一下我的到时候自己学会怎么去捯饬自己，怎么装扮自己好吧聊天嘛，就是分享点生活，分享点有趣的事情。聊天又不是开会我跟你们也不开会，好吧？唱歌唱歌，唱啥歌啊？唱啥歌？唱个歌，找歌词，大家想听什么歌啊？想听什么歌？接我。其实我现在没有歌词，下次吧，我看看。我觉得等这个得等那个咱戏上了，或者这个到时候唱给大家听吧，唱点别人的歌吧。我过这2天要练自己的歌了。看看有什么歌儿。我最近一直在听蛋壳的歌，在练 rap。
天吧。周杰伦也行，我去看五月天有什么想唱的。周杰伦吧。唱首。唱首老一点的歌吧。不知道你们听过周杰伦这首歌吗？《心情》很好听。不是晴天，是心情。乘着风游荡在蓝天边，一朵云飘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载着你仿佛载着阳光，不管到哪里都是晴天。蝴蝶自在飞，花叶飘满天，一朵一朵因你而香，试图让夕阳飞翔，带领你我环绕大自然，迎着风开始共度每一天，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背对背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是否听得见。手牵手一步两步三步四步望着天，看星星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连成线，背对背默默许下心愿，看远方的星如果听得见，它一定实现，它一定实现。调是有一点高，但是最近我又研究了新的唱法啊，多用一些轻声的闭合的这个头腔的一种唱法啊，高音也就不再吃力了，哈哈哈。好了，就直播到这了，拜拜。